是亚洲甜妹天花板，那她一定是欧美最甜的妹。Set me on a day, I deserve a pay. And don't forget the flowers every anniversary. Cause if you treat me right, I'll be the perfect wife. Find groceries, buy what you need. 独领风骚里啊，那个不可一世的富家女啊，是全美男人的梦中情人。艾莉西亚呢，把一个娇憨任性的甜心呢，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可仅仅2年之后啊，当她穿上紧身衣出演蝙蝠女的时候呢，却又被全美追着喊是肥女，甚至被导演在片场公开羞辱啊！崩溃的她呢，选择了消失。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却因为一段视频被全网骂成了疯子。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看看好莱坞是如何毁掉一个20岁的女孩的。咱们把时间呢倒回到1995年啊，那时候的艾莉西亚是好莱坞最耀眼的新星，哪怕你没有看过她的电影，你也在那个年代的画报上一定见过她。金发碧眼，娇俏可人啊！她在这个独领风骚里啊饰演的这个富家女，顶着那个时代的少女感。那年呢，她才18岁，手握1000万美元的合约，是索尼的掌上明珠。然而呢，仅仅2年过去啊，她的噩梦就来了。1997年呢，艾莉西亚呢接下了蝙蝠侠与罗宾里啊蝙蝠女一角，这个角色要求女演员呢必须得塞进这个黑色橡胶紧身衣里啊，身材呢还必须是像漫画里一样啊，前凸后翘啊，没有一丝多余的肉。当时的艾莉西亚刚满20岁，因为拍摄压力大，加上这个正在发育期啊，她的体重呢稍微就浮动了一点点啊。注意啊，是一点点，姐妹们，她在当时的体重啊，你换算下来的话，也就是100斤出头啊。对于一个身高1.65米的女孩来说呢，这是绝对的健康身材呀。但在残酷的镜头下，噩梦降临了。首先呢是这个剧组内部的羞辱啊，这服装师在给她量尺寸的时候叹气啊，导演乔舒马赫在片场啊对她的身材那是指指点点。紧接着啊，这媒体呢不再叫她的名字，而是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肥莉西亚，甚至呢在报纸的头版头条直接赫然称她为是珠宝蝙蝠女。你能想象吗？一个20岁的女孩呀，每天一出门迎接她的不是粉丝的鲜花，而是狗仔队的围追堵截。他们追着她喊啊，嘿，肥女，你该减肥啦！他们在她吃饭的时候偷拍她，配上讽刺的文字，看她又在吃了。甚至在电影宣传期啊，这记者会当面问她，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太紧了？你要不要去量一下 bra 的尺寸呢？艾莉西亚当时是强忍着泪水啊，尴尬的笑着掩饰。那段时间呢，艾莉西亚呢是崩溃了呀，她开始厌倦自己的身体啊，甚至是不敢照镜子。于是呢，在最红的时候，她选择了消失，她躲了起来，躲开了那个吃人的名场面。2022年呢，这艾莉西亚啊再次出现在网络上，又一次引起了轰动。这一次呢，她不是因为电影，而是因为一段只有几十秒的家庭视频。视频里呢，她抱着自己的儿子啊，先是把食物呢嚼碎了在自己的嘴里呢，然后像鸟妈妈一样喂给这个小鸟啊，嘴对嘴的把这个糊状的食物喂进了儿子的嘴里。母子俩看起来很自然，甚至是很享受。但是这段视频一发出来，全网就炸了，恶心、反制，这女人疯了吧？无数人呢冲到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下面去谩骂她，说她不卫生，说她虐待儿童，甚至有人建议呢这个社工啊介入带走孩子。除了鸟事喂饭，她的育儿经呢更是让大众那是大跌眼镜，全素食主义，孩子从娘胎里啊就没吃过一口肉，也没有喝过牛奶。不打疫苗，她是坚定的反疫苗者啊，不穿尿布，提倡排泄沟通法，观察孩子的表情来把尿，共浴共睡，哪怕儿子已经长大呢，依然和他一起睡觉，一起洗澡。大众就看不懂了，他怎么变成了一个住在森林里的崇尚原始生活的野人呢？大家都在嘲笑他神神叨叨的，觉得他呢是被洗脑了。但如果说我们把这2件事情连起来看啊，你或许呢能够读懂他疯狂背后的逻辑。为什么他要如此极端的去推崇自然呢？因为他受过了人工和虚假。在那个把他骂成肥猪的好莱坞呢，一切都是工业化的，一切都是被审视的，身材是假的，脸是假的，连快乐都是假的。那个世界呢给他致命的伤害，所以呢他产生了一种应激性反应。他潜意识里觉得啊，那个精致的工业化的世界里是有毒的，只有回归最原始的动物本能才是最安全的。他像鸟一样喂食，是因为呢他相信这是动物界最原本的母爱连接，没有化工添加剂啊，没有餐具的隔阂。他拒绝药物是因为他不再相信现在社会的这个标准。他坚持全素食是因为他想啊，甚至连食物链都要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这种看似疯癫的生活方式啊，其实是他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安全屋。在这里呢，没有狗仔队嫌弃他胖，没有导演嫌他不够精致。在这里呢，他是一个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母亲，是一个被儿子无条件依赖的大地之母。现在的艾莉西亚呢，怎么样了呢？她已经47岁了啊，她的眼角呢有皱纹，皮肤呢有了松弛的痕迹。如果说你现在在街上看到她的话，你可能根本就认不出来这是当年的蝙蝠女。但她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快乐。她偶尔呢也会出来拍拍戏啊，但她呢不是为了迎合谁啊，只是为了好玩。她在保姆俱乐部里演了一个普通的妈妈，素面朝天，笑容灿烂。前段时间呢，她甚至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重现了独领风骚里的经典片段。当她再次穿上那件黄色的格纹西装啊，虽然说身材呢不再是18岁的模样，但她那个自信的眼神依然是让人泪目。艾希米娅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警示。我们当然不推崇啊，甚至是
很难认同他现在那些个极端的做法，那些行为在科学层面上是存在风险的。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是谁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的深渊呢？20岁的时候呢，好莱坞用身材羞辱的皮鞭呢，狠狠地抽打他，告诉他不瘦呢就是罪。为了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工业化审判，他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应激反应。他误以为只有彻底切断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只有回归最原始、最野蛮的自然才是安全的。他像是一根被压弯的极致的弹簧，为了反抗那个虚假的名利场，他不受控制的弹向了另一个名为反智的极端。他的人生呢，从一个被操控的玩偶变成了一个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然茧房里的怪人。这中间呢，那个本该属于他的健康且正常的中间地带被那个长达数年的网暴彻底给摧毁了。所以看着如今神神叨叨的他呢，我们或许不必嘲笑，也不必追捧，我们只需要看到那个残酷的真相。当一个人被世界无底线的苛责的时候，为了活下去他可能会把自己扭曲成任何形状。评论区我们一起聊聊你的看法吧。